上了一周的课后，终于迎来了轻松愉快的星期六下午。狐狸猫邀请黎黎、麦麦、小树蛙到家里一起看连续剧。剧中演到有人偷拔主角的头发，要去做 DNA 鉴定。看到这一幕，狐狸猫左思右想，也想不起 DNA 鉴定到底是什么。于是他打算问问他的朋友们：黎黎，你们知道 DNA 鉴定是什么吗？看起来好高科技哦。我只知道电视剧常常会演，要判断两个人是不是亲人的时候，就会去做 DNA 鉴定，应该是用来认亲的吧。小树蛙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我记得上学期我们学过，在细胞核中含有遗传物质，可以控制生物遗传特征的表现。这个遗传物质与 DNA 有什么关系吗？不然为什么可以用来认亲呢？我们学过，细胞核内的遗传物质是由 DNA 所组成，平时呈细丝状，在显微镜下不容易被观察到哦。难怪上学期观察口腔皮膜细胞时，看不到一丝一丝的 DNA。没错，它是很细的哦。遗传物质 DNA 这个细丝状构造，位在每一个细胞的细胞核里。在细胞准备分裂前， DNA 会和蛋白质紧密地缠绕成一条一条的棒状的染色体，就好像搬家前要将行李打包，会更方便带走哦。大家常说我的眼睛像妈妈，鼻子像爸爸，所以我是不是同时有爸爸和妈妈的染色体呀？没错哦，我们体细胞内的染色体就像是好几双大小不同的袜子，虽然大小不同，但都可以依大小形状两两配对成一对一对的染色体。这些成对的染色体就叫做同源染色体。那我们身上的这些染色体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身上的这些成对的染色体，一条来自爸爸，另一条来自妈妈，所以我们就会有的地方像爸爸，有的地方像妈妈啦。关于染色体，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？同一种生物具有相同的染色体数目，不同种的生物染色体数目也不太一样呢。像豌豆有14条，7对染色体；黑猩猩有48条，24对染色体；鸡有78条，39对染色体。像人体内的体细胞，每个细胞内有23对同源染色体，一对就是2条，所以总共有46条染色体。如果把这23对染色体按大小编号，从第1号编到第23号，每一号染色体都会有2条。再从这23对染色体每一号挑1条出来，就会得到从第1号到第23号的各1条染色体。这样每一号染色体都有1条，就叫做单套。剩下来的也是从第1号到第23号都各有1条染色体，所以大家想一想，这样细胞中的46条染色体共有几套呢？我知道，每对选出1条凑成的叫做单套，剩下来的也是每一对染色体中的1条，又是另一个单套。而且单套的话，染色体是不成对的。所以有成对的同源染色体存在时，就叫做双套。今天的内容好像有一点复杂，不然我们用简单一点的例子来看看大家懂了没吧？果蝇的体细胞一共有4对同源染色体，那它一共有几条染色体？是单套还是双套呢？果蝇的体细胞一共有4对同源染色体，那它一共有几条染色体？是单套还是双套呢？ A 4条单套， B 8条单套， C
4条双套 D 8条双套。正确答案为 D。一对是2条，所以4对就是4乘以2等于8条。同源染色体是指2条大小形状相似的染色体。果蝇有4对同源染色体，所以可以从每一对中取1条成为单套，剩下的染色体也是一模一样的单套。2个单套加起来就是双套啦。都答对了，看来大家真的都理解了。又到了课程尾声，让我们一起做个小整理吧。1. DNA 是遗传物质的主要成分，位于细胞核中。2. DNA 在细胞分裂前会和蛋白质缠绕成棒状的染色体。3. 同源染色体两成对，且大小形状相似，分别来自爸爸和妈妈。4. 细胞中有成对的同源染色体时，表示具有双套染色体。若只含有每对同源染色体其中的1条时，染色体不成对，称为具有单套染色体。5. 不同种的生物，染色体数目通常也不同。6. 人类每个体细胞内有23对染色体，也就是有23乘以2等于46条染色体。咦，小树蛙，你刚刚说人类有23对染色体，果蝇只有4对，那染色体数目与生物大小有关吗？染色体数目越多，应该代表生物越高等吧？同学们，想想看，狐狸猫的说法正确吗？期待在留言区看到大家的回答哦。我们下次见喽！